你好，有缘人。易经中的名句履霜坚冰制警示着我们，当白霜覆盖大地时，寒冷的冬天即将来临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因果，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成功往往伴随着成功的征兆，而开悟也有其独特的迹象。当一个人开始经历以下两种迹象时，可能是开悟的前兆。首先，内心的宁静和平静是开悟的重要迹象之一。当一个人逐渐感受到内心的安宁，不再受外界纷扰所困扰，这可能是开悟之路的开始。这种内在的平静源于对自我和内心的深刻认知，而非外部环境的改变。其次，对生命和宇宙的深刻洞察也是开悟的迹象之一。当一个人开始理解生命的本质，探索宇宙的奥秘，并意识到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和作用时，这表明他可能已经踏上了开悟之路。开悟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只有通过持续的内省和对生命的思考，我们才能逐渐觉悟到更深层次的真理。让我们保持心灵的敏感，倾听内心的声音，寻找生命中的种种迹象，以更深层次地理解自己和世界。第一，怀疑一切，积思顿世。南怀瑾先生说，开悟的人不再相信自己的想法是真的，包括任何想法，而不开悟的人则相反，他们无意中相信自己的任何想法是真的。所有想法都是自己从虚无中建立的，都是从本无所有的心地上构建的。所以开悟的人不会相信自己的任何想法，哪怕某种想法看起来多合理或真实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是宁愿相信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真实的，其实是被万象所迷惑。人之所以困惑不悟，是因为常常活在虚拟的世界里面，将一切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当作是真实的，而不明白外在的一切事物本是虚幻。但是，一个有开悟潜质的人，他会很容易认识到这个问题，他会进行深刻的自我批判，会进行长时间的高强度的思考。因此，一个人在开悟以前，必定会有很长一段自我否定、质疑与拷问外在世界的一切知识与理论的极其压抑的时光的。正所谓，小疑则小进，大疑则大进，疑者觉悟之基也。怀疑自己所掌握的一切知识与理论，拷问自己所面对的这个亦真亦假的世界，探究其更深邃的本质，这才是觉悟的契机所在。倘若只是听从权威，附和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理论，不敢提出质疑，那么你永远都不会探知真相，获得开悟。而且只有当你开始怀疑的时候，你才会去愿意接受新的知识，试着去接触那些过去所排斥的理论，这时你才有可能走进一个新的世界。当你的大脑里储存的高低维认知足够混杂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很痛苦，甚至产生精神错乱的感觉。
但是这些驳杂的信息之间也会产生神奇的化学反应，以至于很多事情在某一个时间点鸡丝顿逝，突然一下子就贯穿连通了。如果再有高人指点，你就会有醍醐灌顶、茅塞顿开的畅快感。第二，直面生死，大梦中觉。南怀瑾先生在解读庄子的时候说，生与死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大转折，生死其一，其一生死，有着看透生死的勇气，才能看破人生之大梦。所以命运的另一种慈悲，就是把你推向绝境，让你直面生死。不这样，你又如何肯思索生命，觉观本心，修行人生，开悟觉醒？俗话说，人生除了死亡，再无大事，千古艰难为一死。那么如果一个人能够人生的绝境中开启超越生死的勇气与智慧，那么还有什么困难是他不敢面对的呢？每一个开悟的人都必定过了生死关，他一定需要在绝境中挣扎过，经过了这样的试炼，他才有资格超越。一个人懂得叩问生死，才能认清生命价值。一个人能够了无生死，才会大彻大悟。一个人只有怀抱着看透生死的勇气，才能够重新审视自己，创造出超越自我的人生价值。生活在这个世间的人们，用佛家的话来讲，都是无明的，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，不明白自己是真实的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。只有那些开悟的人、得道的人、明心见性的人，才能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，大彻大悟、大清醒以后，才能从梦中觉醒过来。当一个人有了怀疑一切的勇气之后，他便有了鸡丝顿逝的可能。当一个人有了直面生死的试炼以后，他才会具备大梦中觉的潜质。这两点便是开悟的前兆。